西红柿调味来了，霸王拳如何真正让年轻人一碗热血沸腾？在新的利用模式下，番茄将如何利用方便面档次的提升，随时为快消品购买者带来怎样的发展动力？近日，专家孔番茄蛋汉堡面（以下简称番茄蛋肉面）在材质、工艺、捆绑等方面进行了新的升级，并送出4款商品示范容器，标准薄、大桶、大食品袋，供购买者根据使用场景选择。同时，孔专家也以公权力集团杨子为代表，正式签约。杨子通过自己年轻、容光焕发、热情洋溢的照片，将其与商品包装在一起，进一步强化了买家对商品阳光豆类、酱甜鲜补的刻印。据了解，孔专家在过去番茄鸡蛋汉堡面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含有新疆番茄的番茄泥。重要的是，由于独特的发展气候限制，全球能够大面积开发和经营西红柿的地区集中在美国加州溪流谷、地中海沿岸和中国新疆等少数地区。去年，继优质新疆长绒棉出圈后，红彤彤、汁液盈盈的新疆西红柿更被网友热议。当香喷喷的汉堡包吸收了番茄浓汤，再配合康师傅的功力，一碗现成就诞生了。为了进一步突出番茄鸡蛋肉面的品类属性，孔专家还为年轻买家但丁子和小贩均定制了2层活泼图。这诱人的设定很符合 Z 时代的喜好，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发出番茄鸡蛋肉面的卖点，其原汁原味的优质扎实，以及番茄和鸡蛋口味的完美搭配。近日，集结已久的番茄味全面火爆，正从餐饮行业向快消品行业蔓延。从最早的火锅底料到平价米粉，再到卷子、薯片、话梅甚至酸奶等有帮助的零食，一个番茄正在掀起又一轮美食清爽领域的味狂潮。其中，在即食住宿领域，番茄调味品因其不限客源的特点，为班级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潜力。尽管有不少速食面企业在番茄的风下稳步进入市场，但也有几家硕果累累。通过机智和坚持不懈的分离发展，以其爽、甜、新、实的番茄口味为企业树立了典范。道具强度的高低是番茄蛋肉面胜负最关键的变量，而以杨子为代表的扬帆起航 CP 则为番茄鸡蛋汉堡面带来了强大的爆发能量，使其成为一炮而红。据了解，伴随着扬帆出征的权威声明，热问询点杨子最爱康师傅番茄鸡蛋汉堡面权威声明代表在微博上炸开了锅，掀起了海量自选传播。同时，该话题出现在微博、CCTV、OTV、OTT 巨量硬转、断联进转和不同媒体，配上孔专家番茄鸡蛋面和杨子的合照，引发了粉丝和泡面的深远关注和讨论。甜心企业承认，快消品行业的展示不仅是商品的竞争，也是观念的较量。代言人无疑是品牌与客户之间联系的延伸，也是组织保持对客户战略地位的有力手段。杨子的正能量和正能量，从番茄鸡蛋汉堡面的单品图就可以看出，既能帮助新品过关，又能解决年轻流行的冲击，精致与简约的交融，传达日光番茄甜新的年轻项目中心。凭借扬帆起航这对快熟 CP， 这才刚刚开始，更加开放。番茄鸡蛋汉堡面不仅以破圈的模式清空了年轻的消费群，也加速了品牌的发展。番茄的稳定客户增强的即食面条，其伟大的天然物质和精湛的工艺，立即以更大的范围而闻名。快小军在网店看到不少买家都表示，新品的强项在于味道，口味适中，分量大。不少购物者表示，在代言人眼中，他们重点关注了孔专家的番茄鸡蛋肉面单品，但强大的单品实力让他们不得不回购，甚至想把番茄鸡蛋汉堡面作为外带食品在家。需要注意的是，与杨子的牵手对于孔专家而言，并不是简单的拉流量的短暂行为，而是其自身深厚的品牌和产品底蕴，寻找与之匹配的明星 IP。破圈作为一种方法，为长期交易和新产品的非正式开发构建一个详细的过程。从这里出发，杨子作为在各行各业都有建树的实力派艺人，同样符合深耕中国泡面市场30多年的孔专家的要求，仍在不断发展以照顾年轻客户。艰苦的工作和保证。
如此一来，一位康师傅批发商表示，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康师傅泡面的老成果现在有了自己的帮手，这是创业的根本板块，也是品牌发展的源泉。商家的确定性，对于定位更高、品质更好的创意商品，康专家利用番茄蛋肉面打造新的发展重点，也让卖家对康专家的新品更有把握，更有踏实的入手意愿。专家，这有助于生产者的长期发展。更看涨，用组合拳精准锁定年轻群体。一碗番茄鸡蛋牛肉面的爆火再次证明了康师傅是实实在在的针对特定群体做有效果的内容营销。近年来，康师傅紧跟年轻化潮流，在行业内围绕产品和营销展开引领性布局，逐步触达越来越多的精准人群。从代言人到大 IP， 从二次元到元宇宙，从传统平台到新兴媒体，康师傅从未停下脚步。2021年，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还官宣原创音乐制作人、歌手、演员张艺兴为全新品牌代言人。今年初，张艺兴发布了一首为康师傅红烧牛肉面量身定做、充满国风味道的全新作品《就要这个味》。紧接着10月9日，再度携手张艺兴为当下年轻人量身打造的全新单曲《动起来》，一经上线便迅速刷爆全网。在其他年轻人关注和喜欢的领域，康师傅也很少缺席，更常常以共创者而不是赞助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例如，康师傅业内率先启用虚拟偶像洛天依作为其代言人，并围绕这一二次元顶流 IP 展开了包括生日庆典在内的文化共创活动，富有成效地让年轻群体对康师傅产生了自家人的情感联系。此外，通过与新潮综艺节目及热门影视的合作，如赞助《奇葩说》《鬼吹灯之昆仑神功》等节目，康师傅出现在了各个年轻人群体的朋友圈中。在正确的方法论指引下，以浸润式营销突破原有圈层，向着潮流圈靠近，逐步融入年轻群体。在各个行业中，头部企业通常面临很大的革新阻力，多数品牌在年轻化转型上动作迟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康师傅从产品端、营销端快速响应进行产品布局，多场景渗透，跨界二次元、综艺、文化 IP， 紧跟时代步伐，拥抱年轻市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大象也能翩翩起舞。02代表东方文化，张艺兴现身哈佛商学院演讲，内容过于空洞直白被嘲。近日，张艺兴现身哈佛商学院进行演讲，吸引不少人的围观。因为张艺兴这一次参加演讲的主题是东方文化力量，可以说张艺兴这一次真的是头衔很广，责任重大啊。当天张艺兴一身黑色西装，看上去还是比较隆重正式的。在演讲过程中，张艺兴讲述了很多自己的经历，其中还包括自己对周杰伦的崇拜等等。整个人演讲过程中，张艺兴都是眼睛不离开演讲稿，显得十分的生疏。网友们都调侃张艺兴的准备工作实在是太不充分了。不仅如此，张艺兴在演讲的时候也是被网友们点出张艺兴演讲的内容太过于空洞直白，没有深刻的内容或者发人深省的东西。毕竟张艺兴所在的地方是世界顶级大学哈佛商学院啊，里面的学生都是佼佼者，不知道台下的学生们在听演讲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在张艺兴演讲的过程中，还播放着张艺兴的舞蹈和歌曲，不少网友们还质疑张艺兴这样的行为举动更像是韩流，似乎并没有中国风的东西。不过毕竟张艺兴一直都是在韩国出道，何况艺术无国界。张艺兴如今已经出道10周年，在青年的艺人中，张艺兴的发展确实是不错的，或者可以说真的是很优秀，所以由张艺兴当作代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只是希望张艺兴下一次能够将自己的演讲内容充实一点，或者这样就更加的有资格去演讲和分享。目前张艺兴在国内也是比较备受瞩目的艺人，不仅歌舞技能比较优秀，而且为人处事上也是值得很多人学习。可以说张艺兴真的是青年的代表，并且在很多大型场合，张艺兴都能够露面展现自己的技能和才华。同时，张艺兴也是一个十分爱国的艺人，曾经多次在韩国表演的时候表示自己是中国人，自己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根。
即便是被人误解为韩国人时，张艺兴也是会特别的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因为身为中国人是张艺兴的骄傲。代表东方文化，张艺兴现身哈佛商学院演讲，内容过于空洞直白被嘲。虽然很多网友们调侃张艺兴这一次演讲有点关公面前耍大刀，但是毕竟他是一个领域的佼佼者，这一点就值得很多人好好学习了。